也就是说10天他可以挣40万，这么火爆？对，他的订单已经排到6、7月份了。在一个世界级的旅游景区里边，有3条游船，是什么体验？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大哥的故事。大哥来老挝多久了2年吧。一个月几艘船？现在是30，2条自己的，这条是跟朋友合伙的。你老家哪里的？安徽芜湖。这个什么人？你不要紧张嘛，不要怕。怎么想到在这边做游船这个业务了？我一开始来是在法国街弄店呢，装修好了，刚好没过2个月，疫情来了嘛，房租也交了也白费了，然后你怎么也不死心啊，来这边也来了待了1、2年，然后听说这边坐船便宜了，然后我就想弄一艘游船嘛，反正是固定的，知道吗？本来准备是做酒店我一想他们房租要2年3年一交，我一算刚好那个钱刚好来做一艘船了，然后我就做一艘吧，也是没接触过这个行业，知道吧？就瞎做误打误撞的坐在这上面还挺好。搞这个船到底挣钱不挣钱？那肯定挣钱了，肯定挣钱呀。最挣钱的是什么时候？跟怎么经营嘛？你要像接散客的时候，旺季的时候，你接散客不接团队，利润更高一点的。一个人多少钱？接团队又不是按人算的，多船的。包一个船，散客一般多少钱一个人？散客20万。老毕20万。欧美人跟中国旅游体验不一样，中国人是基本上没有那么多时间，生活节奏快嘛，没那么多时间，可能待这个地方待个2、3天就走这样的。因为他那个船那个行程就是10天一波客人，这一波客人下来，那一波客人就上。你现在准备去？对，我想做一个就是那个酒店的模式的，把这艘船呢，我想卖掉。刚好这艘船不是合伙的嘛，合伙人他也在这建酒店他也没时间打理，我一个人弄也太累了，一人弄3艘太累了。像这样的一艘船得多少钱人民币啊？差不多得50万吧。这么贵啊？这铁这东西做起来，你人工钱你得算，在中国可能还拿不下来。后面厨房什么都有了，船上的餐厅也可以做。之前我这儿有个重庆的哥们儿，他过来做那个重庆小面啊，在船上，但他自己也不会骑车，他住在酒店，来人了他才过来，这走过来客人也不等了，也走了。第一艘船多久回了本？用了有9个月吧。刚开关的时候人们很多嘛，每天一天都跑个7、8趟一艘船。你现在会开船吗？会开，3艘船我都会开，自学很简单的。自学的。这看看就跟开车差不多嘛，它只不过没有刹车，停的时候提前就要把速度减下来就行。等会儿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嘛。现在就是合伙的那个船，准备把它变卖一艘，我做一艘酒店的，因为对接欧美团的资源我有的，我想做一个6、7个房间的。大概得投资多少钱？6、7个房间也得要60、70万吧。像现在你这边这种船，一艘船大概得多少钱？2艘大的都是在50万，连镇连码头都办齐了，差不多现在要50万。老挝这边每个河里边船是不是都需要手续啊？都要，每个船都要牌照，跟车一样。你对老挝现在旅游这一块，就是游船这边的发展感觉怎么样？这个发展前景肯定是有的，因为旅行社就是跟老挝人对接嘛，老挝人契约精神感觉没有咱们中国人对接不了那么好。你比如说定到4点，他有可能会4点半到5点钟才来，这会导致一个旅行团会耽误他的行程，这样。所以咱们中国人做呢，他就好沟通。比如说4点来，我都提前等着。像今天这个水果什么东西，我提前给他准备好放这儿，不耽误他们的行程。就中国人跟中国人好沟通一点。对。现在每个河里边，像你们这种船得有多少啊？像我们这种宽体的，大概也就20、30艘吧。我现在看那个每个河上面很多那种像酒店一样的船。不多，有个2、3艘吧。那种船现在还生意可以吗？那个基本上全是欧美客人，都要提前订单的，他的订单已经排到6、7月份了。这么火爆？对，就我后面那一艘停的那一艘就是，它上面有14个房间嘛。多少钱一天？10天送1天，4750美金。4750就是3万多块钱。对，一个人一个房间。就是一个房间3万多人民币。对，10天送1天嘛，然后他有1日3餐他提供的呀。也就是说10天他可以挣40万。对，营业额40万嘛，你得除掉人员开支啊，也得除掉个几万嘛。客源多不多？客源他现在就定到6月份。现在才3月份，已经定到6月份了。对，因为他欧美人出行计划，他一般的都是提前定的。
你怎么不想着去做那种船？我现在就准备把我们3合伙的这个船，就是把它处理了，然后我就做一个那个6、7个房间的，我也不做那么多，做个6、7个房间的就行。拿这种船去改，还是重新再买个新船？重新做，这个改的费用比那个重新做的还要高。这船是在老挝买还是泰国买？老挝这边，先按照尺寸，然后画图，然后提交那个船委会里面批准，然后才开始打造。那你现在请那些开船的工资高不高？1000块钱左右吧，1000块钱人民币，300万。那每天开几趟？这个不一定，像今天就这个船就跑了6、7趟，早上就开始。中国的团队基本上都是下午，然后早上呢基本上是欧美的跟泰国的。中国的游客好做一点，还是欧美的游客好做一点？各有各的不一样吧。中国的游客喜欢就玩一点气氛、音乐、唱唱歌；欧美人还要安静，就是看看两岸的风光。你现在老挝话还可以吧？30%吧。够不够用？够用。基本上船上的这些停船啊什么东西，基本上电话能沟通，他们也能听得明白。我也来开一回。都一样的不？游船的话，其实投资的话会不会特别大？看你做的规模多大了。8米宽的那种接待团队用餐的那个，大概100万以内应该拿得下来。加客房一起？不加客房，客房是单独的。我现在有2个想法，一个是弄着接待团队餐的那种，不做客房的；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不做那个，就做客房的。做客房的那个大概也得要个80、90万这样的，有7个房间嘛，上面然后就是休闲区，下面做房间，带一个厨房。船是从中国做好运进来，还是在老挝这边直接做的？在老挝这边直接做的。他用的材料东西全是泰国的，中国的有的东西他们还比较不认可。有的零件，比如说坏了，有时候配件要发过来，时间很长，所以它都是用泰国的。一艘船的周期要多长？像这种船的话，得要4个月到5个月吧，看工期了，看付钱的进度了吧。你要钱全给他，要求他多长时间，下了3个月之内，他那3个月加班都给你弄完。在老挝租船这一块也租了很久了，中间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？危险的事倒没有，只有风雨来的时候就不出船嘛。停掉了就行。这边雨季的时候，它一天5、6场雨，反正小雨没事，不刮风都没事，正常出。如果风太大了就不能出。竞争大不大？真不算大，主要我接待的还是以中国的客人为主。像那些欧美人，他喜欢做那种就是比较老旧的一种啊，他们就是可能想体验一下那种感觉。1、2、3，加油！